經常做夢，夢到有這個鬼神索命啊，有什麼辦法？我哋都話三魂七魄藏咗喺邊度咧？七魄藏咗喺肝度，三魂藏咗喺個心度。惡鬼索命就係你嘅肝，你個魂魄唔喺度啦，守唔住你啦。你有冇曾經發夢咧？個人咧跌落好重嘅深淵嗰度？咁我不妨講個故事俾你聽啊！好啊。風水夢嘅天尊，大家好，我係風水。大家好啊，我係八字大福振雄。咁我哋喺嚟緊嘅12月19號咧，兩個頻道咧同時都會為大家帶嚟重磅嘅直播。咁我哋會送出福利嘅喎。咁啊，除咗阿振雄會送出佢嘅八字算命之外啦，我都會送出我自己嘅福利。記得大家喺12月19號鎖定我哋頻道收睇直播啦。係啦，咁啊記得唔好離開。好，大家好，我係風水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子耀。喂，師兄啊，今期的內容厲害了，是一個很有夢想、很有想象力的內容，你猜一下。我估都估到㗎啦，因為我成日見到咧，你喺夢裏邊會留低好多嘅遺憾。哦，主要是有觀眾留言，有個朋友問我，他說：經常做夢，夢到有這個鬼神索命啊，有什麼辦法？這個問題。哇，呢啲咧應該係好多人都會發過呢種噩夢㗎啦。咁其實如果要講夢境嘅話咧，開正我嗰飯啦。點解咧？因為我係睇過幾個系列講解夢嘅嘢嘅。咁啦，最多人咧應該理解到解夢咧，應該就叫做周公解夢，因為佢同我哋梅花易數又好啊，我哋平時錄嘅六爻又好啊，一樣係咁樣去解嘅。如果佢對啲爻辭卦辭唔係咁熟悉嘅話咧，其實好難去解。咁我其實係完全認可呢個周公解夢嘅。點解咧？因為對於我嘅認知咧，夢境佢其實並唔係阿弗洛伊德講嘅人嘅潛意識嚟嘅。你話有冇日有所思夜有所夢？係，我覺得係。但係係唔係就係弗洛伊德講嘅，就係我哋喺生活中盈餘之後，跟住你又夢到？一定唔係，因為你曾經都會發過一啲夢咧，毫無關係啊，跟生活沒關係，毫無關係。同埋咧，有啲夢境咧係你發完之後咧，行到某個地方之後，哇咁熟悉嘅呢個場景，怎麼在夢裡面見過？係啦，有幾次？冇錯。咁你講你夢到喺夢中有呢個惡鬼索命嘅話咧，究竟佢係唔係呢個現實會出現咧？你覺得100%唔會？不可能。係啊，唔會。咁咧喺中醫上面咧，亦都有解説，因為夢境太多人去解佢啦。啱先我講周易嘅解啦，弗洛伊德嘅解啦，惡鬼索命咧喺中醫嗰度解釋得非常之好㗎。因為中醫裏邊咧，對於夢境咧係同我哋嘅人嘅身體有關係嘅。我哋都話三魂七魄藏咗喺邊度咧？七魄藏咗喺肝度，三魂藏咗喺個心度。惡鬼索命喺中醫嘅理解裏邊咧，究竟係咩咧？就係你嘅肝，你個魂魄唔喺度啦，守唔住你啦。肝有問題啦。係啦，魂不守舍嘅時候，咁你咪容易有啲咁嘅邪氣入侵啊，咁你咪有呢個惡鬼咯。其實他鎖的不是命，是你的這個魄。係，因為冇嘢守住你，所以你好驚。咁當然你仲有一個問題，我覺得你不是我解夢啊。唔係，即係睇到嘅，feel 到有咩夢嘅。你有冇曾經發夢咧？個人咧跌落好重嘅深淵嗰度？跌落，即係無限咁跌落個深淵度。我記得我有一次做夢，夢到我好像跳樓，然後一直跳，那個樓好像沒底一樣。咁咪落深淵咯嚇。自由落體。神虛。係啊，好似係啦，係唔係？你不能僅憑這個夢就斷定這個結論的。咁呢個點解咁樣講咧？因為腎係屬水嘅，咁我哋嘅下腎有問題嘅時候咧，就會有不斷咁下墜嘅情況啦。所以咧，我哋話用中醫嘅呢個解法咧去解咧，係有佢嘅意義存在嘅。係啊，但是腎虛現在又虧啦。冇錯。咁呢樣嘢係要我哋先可以幫你醫到嘅。用鬼門13針啊？唔係，早啲瞓覺。
早點睡覺，係早啲瞓覺，即係喺亥時啦、子時啦、9點、10點、11點嗰陣時去瞓覺啦，亦都可以補償翻自己嘅。就是我小的時候，就是我家裡面可能我自己也去做夢啦，但是老人會說，你如果夢到有人殺你，或者說見到血光，或者說有什麼其他的一些奇奇怪怪的東西，它是反的。係呢個中國人常用嘅民族嘅講法，民俗嘅係安慰你嘅。係真係安慰你嘅，而真真正正一個夢嘅出現咧，佢分為3個狀態嘅。第一個就係我哋講嘅潛意識會有啦，呢個我覺得係咁樣。你成日做嘢做到好掛住呢件事嘅時候，真係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嘅。呢個係第一個。第二個咧就係我哋嘅元神話俾我哋知一啲信息，呢啲信息咧其實就係我哋喺其他嘅叫做平行時空裏邊出現嘅信息嘅，佢已經發生咗啦，但係你暫時仲見唔到。咁咧佢跳咗過嚟呢個時空，話俾你知要注意啦。咁你其實要通過各種嘅方法去驗證佢啦。咁啊，通過解夢啦，亦都可以通過一啲叫做西方嘅一啲叫做溝通嘅方式啦，去了解翻呢個夢，有好多嘅辦法嘅。咁第3個咧就係報夢嘅。報夢哦，這個我知道，就是我有一個朋友，他夢到他的一個親戚，可能是他奶奶，在水裡面泡着，然後覺得很冷啊，很不舒服啊，然後而且這個夢連續做了好幾次。就是這個人夢到了，然後他回去看他的那個墳地出問題，真的是淹水。呢啲就係我哋嘅其他即係叫做冇辦法去講清楚嘅一個空間，佢亦都冇辦法咁樣直接同我哋對話，通過夢境嘅形式嚟同我哋報夢啦。喂，在這裡我想深挖一件事情，係，就是為什麼，比方說我們都是他的親戚，為什麼報給你不報給我，而且同事一直報給你？就好似我哋嘅電話咁樣嘅啫，你咧就喺一個空間嗰度，個信號唔好，我唔係話唔報俾你啊，係你收唔到啫嘛。有啲人咧個身體咧就相對嚟講比較敏感啲，同埋咧佢嗰個信息咧亦都即係叫做電話嘅信號好啲。咁因為佢嘅身體能夠接收到所，我先報俾佢。當你去到某個地方，或者你嘅狀態調整到個接收得比較好嘅時候咧，佢就可以報俾你啦。如果說我知道啊，我知道如果我的信號比較好，他報給我，因為假如說我幾次我都驗證了，這個給我的信息是正確的，我是不是往後我都按去做？分兩樣嘢嘅，自己嘅親人嘅話咧係要做嘅，因為咧佢喺地下邊確實係有需求。如果你平時做得夠嘅話，佢唔會揾你，佢亦都會報夢話俾你知，會笑住同你講：我夠使啦，你要唔要啊？我再俾啲你啦，係咪先？所以咧，佢肯定係有所求先會撥通呢個電話嘅。咁我覺得係需要你去做嘅。咁另外有一啲咧，可能唔係你嘅親戚，可能係你知道嘅人。要你去幫手做啲嘢，拜託一些事情，拜託你去做啲嘢。咁呢個時候咧就唔係你去做啦。咁你又亦都要用智慧嘅方法，因為呢啲咧叫做血脈嘅傳承啊，血脈嘅關係，嗌俾佢嗰啲親戚啊朋友去，後代，冇錯，去做翻呢啲嘢啱嘅，亦都係你嘅功德。那其實剛好說到這裡啊，就是我們自己的這個學員當中呢，肯定也會有這樣類似的情況嘛，而且他們可能會更敏感，因為有些夢。它可能是真的嘛，有可能是假的，怎麼去辨別？啱先嘅溝通啊，就係話成個夢咧係有3種嘅情況嘅，一種係我哋嘅潛意識嘅，潛意識裏邊出嚟嘅嘢咧係同我哋嘅生活息息相關嘅。咁呢樣嘢咧，我哋大可以即係通過我哋誦經嘅方法啦，令到個心清靜啲啊，唔好將個精神緊張喺某個地方。疑神疑鬼。係啊，緊張喺某一樣嘢嗰度啊，咁呢樣嘢咧好快咁就去消退咗啦。咁咧第二樣嘢咧，我覺得就係比較好嘅，就係我哋通過一啲叫做長期嘅誦經啊、站樁啊、打坐嘅方法咧，練氣。冇錯，練精化氣，練精化氣，即係話咧，有啲嘢咧未必係夢裏邊先 get 得到嘅。
其實呢個太虛環境，我成日都話太虛環境神遊太虛，呢個太虛究竟喺邊度咧？係咪喺我哋嘅夢境裏邊咧？有時候我哋神遊太虛嘅時候，可能其實就係入咗一種夢境嘅狀態，係咪先？你打坐嘅時候，有時候都會有呢種狀態出現噶嘛，呢種畫面噶嘛，恍恍惚惚的。冇錯，咁我哋通過打坐站樁嘅情況之下，認知到咗呢個感覺嘅存在，咁夢境當夢境出現咗呢個感覺嘅時候咧，呢個就係元神對你嘅啟示。咁呢一個係完全可以聽翻元神嘅，因為元神嘅核心係叫你回歸到自己睇翻呢個世界。因為好多人對於未來嘅認知係從夢境裏邊去認知嘅，但係我哋能唔能夠通過打坐就可以有呢個預測嘅高過預測夢嘅嘢咧？可以元神就係修行修行，係啊，唔好永遠將呢個色神擺第一，將元神擺第一。OK， 跟住第三個就係梗係卜卦解夢啦。哦，就是我做了這個夢以後，我起卦用銅錢，或者說是那個聖杯。係啊，卜卦嚟解夢，咁呢個好準嘅。對，所以在這裡我再一次強調，那想要修行的啦，想要學卜卦的啦，想要去這個修煉元神的，其實要跟着我們的師兄一起去學習。那大家呢，也可以在我們的這個後台聯繫我們的助理，然後跟我們的師兄來報名，對吧？係，因為咧，我哋喺易經課啊，同埋梅花鎖裏邊咧，都會教到大家如何去通過即係萬事萬物啊，去預測一啲嘢嘅。咁夢境亦都係一種預測方法嚟嘅。如果我哋能夠可以調動到自己嘅夢境啊，運用到我哋現世裏邊嘅器具啊，而去推測未來嘅吉凶嘅話咧，我覺得我哋嘅人生就唔會落入一個自己好困難嘅境地，因為我哋中國人有個好好嘅學問，就係趨吉避凶、趨利避害、趨高避低。對，所以我覺得我們話說正傳啊，就是其實我有一個朋友，他經常問我，你知道吧？他說我這個經常在夢裡面夢到那個人，就是那個人。他說有些朋友就告訴他，你夢到了好多次，這個人可能就跟你沒有關係，沒有可能。但是他一直不相信這個東西怎麼去解決。我覺得呢個世界所有嘅相遇，萬事萬物嘅相遇，可能係幾萬分、幾千萬分之一嘅可能。你喺個夢境都夢到佢，呢個係一定有聯繫嘅。我可以用兩個字去解釋，叫做緣起。咩叫做緣起呢？緣分呢，你覺得係偶然性嘅嘢咩？緣分其實唔係偶然性嘅嘢嚟㗎。緣分係偶然之中存在咗必然，係咪？你認知嘅緣起係咪咁樣？所以有咗呢個緣起，我哋應該針對呢個緣起咧，去睇一睇佢。佢一定係有信息想話俾我哋知嘅，只不過係我哋悟性高定係低，喺裏邊能唔能 get 到啲嘢嘅啫。對啊，最後我要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故事，這個真的是我的故事。我都有個，一陣我都分享，我同你講真係啊！我先講啦，一陣我講。因為在年初的時候，1月份的時候，我在打坐的時候呢，就有2到3次有一個聲音跟我講，你要買點黃金。就是這個聊天記錄，我還是在我的手機裡面的。然後我就問，哇，你真係好俗啊！我就問我銀行的一個朋友，我說你會不會買黃金呢？他說我不懂，因為他是做這個投資的嘛，他沒有買貴金屬理財。然後我問了2次，因為我打坐的時候2到3次，他說讓我買黃金，買黃金，買黃金。後面我找不到人，沒有買。後面我就懂這個為什麼讓我買黃金了。就是即係你個元神都係咁俗嘅。對，所以說我做完這期節目以後，我就知道了，我要相信我的元神的說話。還聽過有一種說法，如果你夢到了滿地的糞便，這個就代表了有這個橫財，到底是不是真的？我都聽過有人咁樣講過嘅。咁我個人認為呢，就每一個夢呢都係一個特殊嘅案例嚟嘅，唔係每個人唔發夢見到屎呢都係一定橫財嚟嘅，因為我都發夢到講我冇發生，但係令到我有其他嘅咁我不妨講個故事俾你聽啊。好啊。我曾經發過一次嘅夢，喺早幾年啦，跟住咧係我唔知點解，我就嗰夢境裏邊咧，我個肚就喺一片大自然裏邊咧就好唔舒服啦。
跟住我就因為周圍都冇人啦，屎係嘅，咁就我就揾咗一個戶外嘅地方去方便啦。好啊，咁就係啦，係開大嘅。係啊，咁因為大自然就冇問題啦，因為屎都有佢嘅作用啊道嘛，法自然，佢都可以滋養萬物噶嘛。啊，係啊，嗰陣時真係滋養咗萬物喎。你知唔知點解啊？點解？由於一踎得比較低啊嘛，你要繼續方便嘅時候，你換個地方嘅。跟住咧就個萬物嚟咗啦，有隻狗過嚟，係啦，趁熱，係啊，我回頭一睇，咦，趁熱，我個篤嘢唔見咗嘅，係，嗰個係個夢境嚟嘅。哦，然之後咧就喺前2年啦，我亦都係咁樣，就喺一個大自然嗰度，我就去方便。這真實的，真實的，就真係有隻狗過嚟，哦，跟夢一模一樣，一啖就一模一樣冇咗。那代表什麼意思？我後尾諗咧，究竟係咩意思咧？即係話我哋要感恩萬物，因為咧，即係就算哪怕佢係都糞便都好，佢都有佢嘅意義所在。係佢喺成為糞便之前咧，滋養過我哋；佢成為糞便之後咧，亦都滋養咗萬物。所以呢個係 OK 㗎。所以我哋應該係對萬物有感恩。呢個夢境咧，雖然佢用咗一個好搞笑啊、好庸俗嘅方法嚟俾我啲啟示啦，但我喺裏邊亦都感覺到呢個成長嘅。我還聽到有些朋友說呢，他做的夢很奇怪，叫夢中有夢，還有夢，還有夢，還有夢，就像那個鏡像一樣，他可能從夢中裏不斷的醒來，這個什麼意思？首先咧，夢中夢咧，我哋最簡單嘅解釋咧，就係一個人咧，喺一個重度嘅疲累之下，咁咧佢瞓咗場覺，跟住咧呢場覺咧又發夢，咁其實呢個係咪好嘅解釋咧？我覺得唔啱嘅，因為夢中夢係並唔係好多人能夠有呢啲咁嘅體驗嘅。我唔知你有冇啊？沒有。係啊，我有嘅。咁咧，但係咧，我想講咧，夢中夢咧能夠發揮得出嚟嘅人咧，其實係叫做有啲靈性嘅。咁會有啲人諗啊，我都係一個普通人啫嘛，我都係夢中夢，我又唔覺得我有咩靈性嘅喎。咁我想講咧，嗱，首先夢中夢裏邊嘅夢境咧，其實係俾我哋一個好強嘅啟示嘅。如果係有一啲重要嘅信息咧，我建議大家 mark 低啦。譬如有一串數字啊，就好似你話考試啊幾多分啊，可能喺嗰度會出答案 A B C D。係啦，又或者係彩票 number 啊，又或者係唔好嘅嘢咧，佢都會喺裏邊有一個好強嘅啟示。咁我哋點樣去解釋呢樣嘢咧？其實都係講翻，因為我哋成日好中意用西方阿榮格嘅呢個心理學嚟解釋啦。佢喺呢度咧就講個元神上面嘅一啲問題嘅元神咧。我哋想去神遊太虛嘅時候咧，其實佢要入到一個好深嘅一個境態裏邊嘅。佢係並唔係我哋話發個夢就神遊太虛啦。太虛嘅幻象咧，佢係一個完全唔同嘅世界。佢係要落入一層又一層，一層又一層。咁越喺夢中夢裏邊嘅咧，就係越接近元神去睇到嘅呢個世界。所以裏邊嘅信息好緊要，佢喺度俾我哋各種嘅啟示。倘若你能夠解讀出裏邊嘅一少少一句半句，受用終身。喂，那怎麼樣讓我做夢中夢？咁咧就會睇個《盜夢空間》嘅，嗰度有啲器材嘅嚇，你可以試下去。給我大腦連接上那個數據線。想下亞馬遜睇有冇買得到嘅。最後一個問題哈。係。有些人他做夢真的很準，比方說他夢到有些人會出事，或者說夢到我未來一些事情發生，真的發生，這種人的靈性是不是很強？他應該怎麼去把握？呢個啱嘅，呢個就係靈性好強嘅，因為我覺得呢個就係啱先我講嘅《金花的秘密》裏邊嘅元神同色神，呢個就係元神喺度時時刻刻喺度提醒緊你，因為好多人收到最後都係想攞呢個感覺嘅啫嘛，而係佢可能通過累世嘅修行已經得到咗呢啲咁嘅預測啦。咁我覺得咧，萬物又好，萬法都好，最後俾到我哋呢一種嘅預測嘅感咧，事實上咧就係希望我哋可以避免一啲災禍，同埋幫人哋去減少佢嘅痛苦。即係能力越大，責任越大。你嘅責任其實係應該幫助更多嘅人。係濟世一定，我發現咗嗱，無論係俾仙家上身又好，一個人突然間得道又好，一個人突然之間紅起嚟又好，事實上佢係帶住任務去做一啲利益蒼生、濟世利人嘅事情嘅。倘若你個朋友係真係咁強嘅話咧，
我建議你引導下佢，叫佢聽入去就 OK 啦。行善事，積陰德，行善事積陰德。係。好，感謝師兄本期有味道的分享，我們下期節目再見。係啦，咁啊，最後亦都歡迎其他嘅觀眾啦嚟到我哋嘅課堂裏邊啦，我哋一齊去積善德行善事，我哋永遠相信積善之家必有餘慶。好，福生無量天尊。